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很多人都很虔誠，佛也拜了，香也燒了，善事也做了，可是日子還是一關接一關，一關過了又來一關。身體出問題，家裡不安寧，錢財留不住，心裡常常想，我到底還欠了什麼業？很多人一聽到業障，心就怕了，以為業來了就是躲不過，逃不掉，只能認命，於是求消災，求轉運，求佛菩薩趕快把眼前的苦拿走。但佛法真正要告訴我們的，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樣。命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壞事發生，而是壞事發生以後，我們又用怨恨、恐懼、貪心、衝動，繼續造下一輪苦。別人一句話傷了你，這是舊緣現前，你記恨10年就是心殃。家裡出了事，這是舊業成熟，你遷怒親人就是心殃。錢財有損失，這是果報來了，你因此走偏門，動邪念就是心殃。古德講，隨緣消舊業，更不造心殃。這句話不是叫你認命，而是在告訴你一個真正改命的秘密。舊賬來了，不要一邊還一邊又欠新債。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就來講清楚，那筆讓你越還越多的新債，到底是在哪一個瞬間被你自己簽下的？我們先不急着講大道理，先用一個人人都懂的賬單比喻，把命運為什麼越改越亂講清楚。想想看，手裡持着一張信用卡，曾經的時候不懂節制，看到想要的東西就刷，想買什麼就出手，不知不覺累積出一筆不小的舊賬。等到賬單寄到家門口，還款日一天天近了，很多人的反應是什麼？要麼摔電話罵銀行，說銀行故意逼死人；要麼把賬單揉成一團扔到垃圾桶，假裝這筆賬不存在。更糟的是，乾脆再開一張新卡，用新刷出來的錢填舊賬的窟窿。算來算去，舊賬沒還掉多少，新的利息又滾上去，不到幾年，債務堆得比山還高，一輩子都翻不了身。命運裡的業障，其實就是這張信用卡的舊賬。過去生今生，起心動念，言語造作，種下的因，機緣成熟了，自然就變成要面對的果報。這不是佛菩薩要來懲罰誰，就像刷了卡要還錢，天經地義，只是舊賬到期了而已。壞運不是最可怕，最怕邊還邊刷。佛法講隨緣消舊業，不是叫你逃賬，也不是叫你躺平認命，是叫你坐下來認認真真把賬單攤開，承認這筆舊賬是自己簽的，該還多少就慢慢還，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是你的逃不掉，不是你的也求不來。而更不造心殃，不是叫你消極忍受什麼都不做，而是從這一刻起把亂刷的卡停掉。不要再看見想要的又伸手，不要再生氣了就罵人，不要再怨恨了就記仇，不要再恐懼了就走歪路。這就是從今天起，不再用同樣的貪嗔癡繼續造下新的因，欠下新的債。有這麼一個人，年輕時候揮霍無度，欠了一身債，賬單上門就躲，躲不掉就發脾氣，怪別人不好，怪命運不公，沒錢還債就到處借新錢，結果債越滾越大，連出門都不敢抬頭。後來走投無路，終於咬咬牙，把所有卡都剪了，找一份安穩工作，每個月領了薪水，先留一部分慢慢還債，不再亂花一分錢。幾年下來，債務一點點清掉，生活也慢慢安定點下來。他沒有立刻飛黃騰達，但從停卡不再刷的那天起，命運就已經開始轉向了。佛法講因果，從來不是為了嚇人，而是把命運從模糊的倒霉變成清楚的因緣。所有的結果都有來路，
所有的新路都從腳下開始。人最苦的不是舊業來敲門，是你開門以後還請他住下來。如果此刻聽懂了舊賬和新債，請在評論區寫下4個字：不造新殃。這不是喊口號，是一個小小的願。舊賬來了，願意面對，但從這一念開始，不再用怨恨、貪求、恐懼和傷害繼續欠新的賬。剛才我們講了舊賬和新債，現在要糾正一個最常見的誤會：隨緣絕不是躺平。禪門有句流傳很久的話：隨緣消舊業，任運着衣裳。這裡要先說明，這句話不是佛陀在原始經典中的逐字句原文，是歷代禪門修行人把因果業力的修行道理濃縮成了這句好記好用的話。真正的意思從來不是叫人躲進深山，什麼事都不管，什麼責任都放下，而是在穿衣、吃飯、照顧家人、處理病痛、面對得失的日常裡修行。很多人聽到隨緣，第一反應就是反正都是命，我什麼都不用做了。這是最大的誤解。隨緣不是隨便，不是破罐子破摔，不是病了不看醫生，出事了不處理，孩子擺在面前也不教，欠了錢也不還。隨緣是什麼？先把緣字講透。緣就是條件，是關係，是時機，是過去種種作為積累到現在擺在這裡的現實。隨緣不是躺平接受這個現實，而是順着已經擺在面前的真實條件去做該做的事，不用自己的妄想硬去擰轉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是處理事情的時候，心裡不再夾帶多餘的毒。什麼是心裡夾帶的毒？事情來了，掀起怨恨，怨天怨地怨別人，把所有錯都推給外界，心裡裝滿憤怒，這就是毒。事情來了，陷入恐懼，天塌下來了，活不下去了，越急越亂，亂出昏招，這也是毒。事情來了，貪念起來，本來只是補一個窟窿，想要趁機多撈一把，把窟窿越挖越大，這還是毒。佛法不是教你躲過每一場雨，是教你別在雨裡再點一把火。雨來了，撐傘躲雨就是該做的事，別一邊淋雨，一邊還怪老天不長眼，把整間房子都燒了。說到這裡，又要澄清另一個常見的誤解。很多人把因果講成了宿命論，說一切都是業，遇到什麼事都輕飄飄扔一句，這是你自己造的業，活該你受。這根本不是佛法的因果觀，這是把因果當成了壓迫人的工具。大寶積經裡講，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這句話說的是，過去身口意種下的因不會平白無故消失，不會因為你假裝看不見，就當它從來沒有發生過。但這句話絕對不是說這就是一張蓋了章的判決書，你就只能乖乖就範，什麼都不能改。業果要成熟，需要因緣條件聚合，過去種下的舊因擺在那裡，但是當下每一個起心動念都是新的因緣，都在改變整件事的走向。舊業來了，該受就受，該還就還，但絕對不是叫人站在那裡麻木挨打，更不是叫別人站在旁邊說風涼話。佛法從來不是叫人變得冷漠麻木，而是教你在受苦的時候，不要再自己給自己制造更深的苦。刀已經扎進來了，就別自己再擰一圈，再撒一把鹽。落實到日子裡，道理其實很簡單。身體不舒服，該看醫生就看醫生，該吃藥就吃藥，這是順着因緣處理，不是違背業力。佛陀時代有位名醫奇婆，專門為佛陀和僧團看病，僧人生了病一樣要醫治、服藥、調養，從來沒有說既然是業就不用治了。這個小小的歷史細節早就把道理說透了。家裡有了誤會，該溝通就溝通，
該低頭就低頭，不要抱着一口氣憋在心裡，誰都不理誰。錢財上吃了虧，該止損就止損，該報警就報警，不要為了翻本再投進去更多錢，越陷越深。責任落到肩膀上，該承擔就承擔，不要推，不要躲，推來躲去，責任還在那裡，反而多了一身的焦慮。做該做的事，但是不要讓怨恨、貪婪、恐懼牽着鼻子走。說白了，隨緣不是放棄行動，而是放棄帶毒的行動。舊賬擺在面前，該還就慢慢還，但是不要為了逃避舊賬，又去簽更多新債，不要讓心裡裝滿毒素，一天天毒害自己的日子。現在重點來了，壞事已經發生時，真正決定後面走向的是我們接下來起的那一念。很多人改命改了一輩子，越改越亂，問題出在哪裡？總盯着外面的事情改，總怨過去的因緣錯，從來沒看清那個真正在造命運的東西，就是當下這一念。很多人以為業就是做出來的那些看得見的事，只有動手殺人放火才叫造惡業，其實不是。業的根從來不在外面的手腳，而在心裡的念頭。南傳增支部6集63經裡，佛陀講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叫做思即是業。漢傳阿含經裡也講故思造業，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能成為業，能改變命運走向的核心就是那個思，就是我們心裡起的那個念頭，就是動作背後藏着的那個動機。一樣是開口說話，有人說出來是為了提醒對方少走彎路，心裡存的是好意；有人說出來是拿着對方的痛點戳，就想讓對方難堪，心裡藏的是刺。說出來的話字數差不多，聽起來都是那麼回事，造的業完全不同。一樣是沉默不說話，有人是忍下一口氣，不想把事情鬧大，不想傷害彼此的情分，這是忍辱；有人是憋着一肚子壞水，故意不理人，要用冷暴力熬對方，這就是心中的嗔毒。外表看起來都是不說話，背後的念頭不同，結果就天差地別。所以命運走到一個轉折點，不是這件事本身定了生死，是我們接下來怎麼起心動念定了生死。遇到一件壞事，不必一直追問為什麼偏偏是我遇到這件事，要把心拉回來問，現在我要用什麼心回應這件事。真正會改命的人，不急着把風改掉，他先把掌舵的手穩住。我們拿3個日常裡天天碰到的場景來看，一眼就能把這個道理看明白。第一個場景，被人當面罵了一句，甚至被人在背後造謠抹黑。這件事本身往深了說，多半是過去生的舊緣撞到了一起，舊業現前，本來就是一筆該了的舊賬。但是接下來呢，心裡那口氣咽不下，回罵10句不夠，還要四處去說對方的不是，怨了3天不夠，還要恨上10年8年，走到哪裡都要提一遍這件事。好了，舊賬還沒清，新的秧已經種下了，一次小小的摩擦就變成了纏你10年的心病。第二個場景，人到中年，身體開始出毛病，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痛找上來，甚至查出來不好的病。這是身體幾十年的損耗，加上舊因緣成熟，本來就是該面對的現實。但是接下來呢，脾氣一下子變壞，整天遷怒家人，怪老伴照顧不周，怪子女不夠孝順，每天活在恐懼裡，吃不好睡不好，一點點不舒服都要把全家人搞得雞飛狗跳。本來只是身體的病，結果又添了心理的病，還把一家人的感情都傷了，這就是舊病未去，又添新殃。第3個場景，投資虧了錢，退休金縮水，甚至被熟人騙走一筆積蓄，辛苦大半輩子的積蓄打了水漂，
這是果報現前，本來就是該認的損失。但是接下來呢，不甘心，總想一把翻本，病急亂投醫，什麼偏門都敢碰，什麼高回報都敢信，甚至去騙身邊的人，拉別人一起下水，想把自己的損失轉嫁給別人。結果本來只是虧了一筆錢，最後越陷越深，把老本都賠進去，還落得一個壞名聲。這就是舊虧未補，又添新殃。道理很簡單，事情本身已經夠苦了，最可怕的是心被事情帶走，把一次苦延長成了10年、一輩子的苦。人最苦的不是舊業來敲門，是你開門以後還請他住下來。剛才聽到這裡，之前記下不造新殃4個字的朋友，現在再看這4個字，分量是不是更重了？他不是說遇到壞事不能難過，不能生氣，硬生生把情緒憋在心裡，不是這個意思。正常人遇到不順都會起情緒，這是人之常情。不造新殃提醒的是，情緒起來的時候，別跟着情緒跑，別讓情緒牽着你去簽下一筆又一筆新的苦賬。講透了這一層，問題自然就來了。既然新的業障都是跟着錯誤的反應來的，那我們最該立刻停止的到底是哪2種反應？如果說改命要從當下一念下手，那最先要停的就是2種最容易讓舊苦滾大的反應。第一種，怨天尤人，把嗔心養成心債。這就是之前說的舊業現前之後最常見的錯誤反應。很多人遇到不順，第一念就是怨命不好，怨他人不對，怨老天爺不公。佛法講的嗔心，不是普通人遇到壞事會生的那點難過脾氣，嗔心是心裡升起一股想要傷害、對抗、毀壞的力量，從這股力量生出來的遷怒、回擊、報復、冷戰，全都是往自己身上簽心債。很多人把忍辱當成窩囊，以為忍就是低人一等，吃虧認輸，其實完全不是。忍辱真正的意思是不讓別人的一句話、命運的一場波折，把我們拖下去，一起造新的惡業。別人已經犯了錯，我們還要跟着他錯下去，把自己的心變成裝怨恨的垃圾桶，這才是真正的輸。清代有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說的是大學士張英，老家族人跟鄰居爭一塊地界，蓋房子的時候各不相讓，鬧到不可開交。族人覺得自家出了大官，理應有底氣，趕緊寫了一封家書送到京城，想請張英出面給地方官打招呼撐腰，把這塊地搶回來。換作旁人，說不定覺得丟不起這個臉，要動用權勢壓人了。可張英看完信，只回了一首詩：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3尺又何妨？叫家人主動把牆往後退3尺。鄰居一看，張家當了這麼大的官，居然不仗勢欺人，反倒主動退讓，自己也不好意思了，跟着往後退了3尺。這就是流傳到今天的6尺相。我們不講這個故事的風雅，只算一筆因果賬。真要爭下去，地界說不定爭贏了，可幾代人的怨就結下了，往後抬頭不見低頭見，永遠橫在2家人心裡。這就是本來了老的舊緣，簽下一筆傳幾代的新債。一退之下，事情到這裡就結束，舊緣了了，沒有新殃。這才是真正的聰明，這才是會算改命這筆賬。說白了，倒霉只是舊賬到期，怨天尤人才是新債簽名。第2種，貪求補洞，越想翻本越透支。舊虧出來，舊苦來了。除了怨天尤人，最容易犯的第2個錯就是貪求補洞。人一失控，就總想着抓住一個立刻見效的辦法，馬上把這個洞補上，馬上把虧掉的撈回來。
身體出了問題，不好好遵醫囑調理，偏信那些誇大其詞的神藥神醫，花光積蓄不說，還把身體越治越壞。投資虧了錢，不甘心接受現實，一門心思想要一把翻本，什麼高風險都敢碰，什麼來路不明的錢都敢賺，結果越借越多，洞越補越大。兒女長大了不聽安排，就用控制、責備、道德綁架逼他們順從，哪怕把親子關係逼到破裂，也要把那個聽話的洞補上。就連拜佛念佛都容易變成交易心，燒了香磕了頭，就一定要佛菩薩立刻給一個滿意的結果，達不到預期就心生退轉，覺得佛菩薩不靈。這些全都是貪求補洞，都是用貪心造心業。佛遺教經裡講，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這句話講得很通透，知足不是叫人什麼都不要，躺平什麼都不做，知足是不讓貪心牽着鼻子走，不讓這個缺那個少把心拖進去。不知足的人，心就是一個破桶，裝多少漏多少，填多少都填不滿，永遠沒有安樂的時候。要分清楚，求福和貪福根本是兩回事。心存善願，好好種因，這是求福；不顧因果，拼命抓取，非要立刻得到想要的結果，這就是貪福。貪來的福從來都留不住，最後只會把原來手裡有的也都賠進去。這兩種行為，一個偏在嗔，一個偏在貪，追根究底是同一個病。失控的時候想用更失控處理失控，遇到苦心就亂了，只想馬上把這份不舒服推開，看不見因果的來處，也看不清下一步該往哪裡走，只憑着本能的貪嗔去反應，結果就把一件本來很小的事拖成了一輩子都了不清的大麻煩。要明白，佛法從來沒有否定人的感受，遇到壞事當然可以難過，可以害怕，可以傷心，這都是人之常情，不需要硬壓着，假裝自己沒事。關鍵是感受來了之後，不要把心交給貪嗔癡做主，不要讓情緒牽着你走，欠下一筆又一筆還不清的心債。停下來才是改命的開始，把這兩個最容易造心殃的源頭切斷，接下來才能用正確的方法重新種新的因，積新的福。停下怨和貪以後，心不是空在那裡，而是要開始種新的善因，這就是福報自然來的路。很多人聽到要先停下來，就會誤會，是不是不用拜佛，不用念佛，不用行善積德了？當然不是。日常修行的念佛、懺悔、行善、布施，轉的都是這顆心，每一樣都有它的用處，只是要搞懂，每一樣都不是拿來當交易籌碼抵舊賬的。念佛不是拿佛號換福報，好像念了10000聲就該消掉多少業障。念佛真正的用處是讓散亂、恐懼、怨恨的心有一個歸處。心亂的時候，念念佛號，就是把往外狂奔的貪嗔拉回來，安住在當下這一念，不讓心跟着舊業亂跑。懺悔不是低着頭自我否定，也不是做給別人看，說自己錯了求原諒。懺悔是承認過去走錯了路，用錯誤的反應養了新的業，從此下定決心，不再重複同樣的模式。承認就等於把纏在心上的結鬆了第一扣。行善不是行一點善，就盯着老天爺要馬上給回報。走在路上扶一把老人，公交車讓一個座，看到別人有難伸手幫一把，這些都是在重新種下善因。善因種下去，自有它生長的時節，不需要天天挖出來看有沒有結果。布施不是花了錢買平安，好像捐了錢就該消災免禍。
布施真正的功德是鬆開心裡緊緊攥着的慳貪之結，心裡不把錢財得失抓得那麼緊，人自然就寬鬆，心寬鬆了，福氣才進得來。繞來繞去還是老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盡其意。止惡就是不造心殃，修善就是種心福因，靜心就是不讓舊業牽着走。走對了這3步，福報不用求，自然會慢慢出來。福報不是求來抵賬的，是你停止透支以後，家底自然露出來的。佛法講改變命運，不是先把已經成熟的舊果抹掉，而是在舊果現前時，停止怨天尤人和貪求補洞這2種繼續造業的反應。舊賬願意承擔，新債不再簽名，福報就會從新的善因裡慢慢顯出來。老陳退休後查出慢性病，起初天天抱怨命苦，怪老伴照顧不周，怪兒女不孝，家裡一開口就是火，說不上3句話就嗆起來，病沒養好，一家人的關係先壞透了。本來子女還常常回來探望，後來慢慢也怕回來，一進門就滿屋子低氣壓，誰都提不起勁。老伴天天守着他，盡心盡力伺候，還天天挨罵，背地裡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淚，自己也憋出一身毛病。後來他聽到舊賬到期，別簽新債這句話，突然就醒過來了。想想本來就是自己身體出了問題，一家人都跟着受罪，結果自己天天發脾氣，把所有人都推得遠遠的。本來一件事變成了滿家的苦。他開始做3件小事，每次感覺火氣上來要罵人了，先閉緊嘴，在心裡念10聲佛號，看病吃藥乖乖配合，再也不遷怒照顧自己的人。每天睡覺前記一件別人對自己的好，哪怕只是老伴端來一杯溫水，兒女打了一通問候電話。就這麼過了幾個月，病還是要治，藥也還是要吃。慢性病沒有一下子消失，老伴該辛苦還是辛苦，兒女的生活該忙還是忙，一切都沒有出現神蹟，沒有突然就百病全消，也沒有突然就發了一筆橫財。但是家裡的氣氛變了，最先變的是少了互相刺傷的話，少了翻舊賬，少了把自己的恐懼丟給親人。老伴不再天天偷偷掉眼淚，臉上的笑容多了，兒女也願意多抽時間回來吃飯，家裡又能聽見說笑聲了。佛法所謂福報自然來，很多時候不是天上掉餡餅，不會突然砸下來一筆橫財，也不會讓所有問題一夜消失。它常常先表現為家裡少一點怨氣，病中多一點配合，錢財少一點亂花，兒女願意多回一次電話。這些看起來都是小事，可這些小小的改變就是新因開始成熟的苗頭。舊債不再添，新善慢慢長，日子自然就會一點點亮起來。福是養出來的，不是搶來的。停止了透支，福報自然就在那裡。舊賬來敲門，就讓它到門口為止。有些債慢慢還，不用急着一口吞掉，也不用逼着自己馬上清零，順着日子一步步走，能還多少就還多少。重要的是，別再簽下一張新的賬單，有些苦不必再傳下去。上一代的怨別傳給下一代，心裡結的疙瘩別丟給身邊人一起扛。就像6尺巷那一步退讓，停下來，苦就到這裡為止了。這一生裡總有人會遇到這樣的瞬間，差一點發火，硬生生把脾氣吞回去，停住了；差一點怨天尤人，話到嘴邊轉個彎，回頭了；差一點走上歪路補窟窿，咬咬牙守住底線不走了。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念之間，其實就是改命的開始。願意的話，可以把那個讓你轉變的具體瞬間分享出來。
說出來不是炫耀，是給還在苦裡打轉的人多照一盞小小的燈。若這期內容讓心裡鬆了一口氣，請轉發給一位正在受苦的朋友，分享一句不造新殃，就是一份小小的法布施，也是幫自己再種一次善因。最後跟各位報告一個消息，為方便大家日常聽法，頻道後續會把每期節目的純淨無廣告音頻開放給會員下載。平時習慣走路、做家事，或是閉眼休息時只聽聲音，歡迎加入頻道會員，下載純音頻檔案，隨時隨地都能親近收聽。非常感謝大家長久以來的陪伴、支持與護持。我們下期再見。